Hello，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越穷越胖。首先，肥胖是怎么引起的？可能大部分的人的认知就是吃得多，动得少呗。还有些人将这个话题归功于体质问题。那肥胖跟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通常情况下，越穷的人意味着吃的越不好越少。看那些贫民窟和要饭的人，哪个是圆润肥胖的呢？然而，富贵与贫穷往往出现在饮食上面，这点从欧美人身上就可以直接的体现出来了。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这是2019年美国统计的肥胖率，上面指出全美49个州的平均肥胖率在25%，意思就是说你在美国大街上看到100个人里面就有25个人是肥胖的，其中最高百分比的是密西西比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他们的肥胖率高达39.5%，意思就是100个人里面有将近40个人是肥胖的。说到穷呢，我们再分析一下美国的物价，美国的食品物价可以简单的分为低端、普通和高端了。低端的通常情况下都是非常便宜的，适合低产阶级和贫穷人口，而高端食材通常是有机的、高品质的，适合于中上产阶级的人口。举个香肠的例子吧，在美国你可以用1刀就能买到一大板香肠，而且买的多还会有打折活动。同样的，再看看高品质的有机香肠，同样大小的一根，价格就比廉价香肠的1板还要贵好多倍。同样是香肠，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廉价香肠的成分往往都是淀粉和边角料，而且边角料的占比还非常低，相对来说贵的香肠里面基本上都是纯肉的了，更何况有些还是有机的。这么比较的话，穷人只能去买$18根的香肠，而有钱人就会买$51根的香肠。我们再来看看蔬菜，美国超市里的蔬菜也有高低之分。假如你想要买一包西兰花，它在冰柜里冻着，并且已经洗干净切好了，煮熟的也只要$2一包。但是如果你去有机区买同样多的西兰花，价格可能就会超过5倍了。同样是西兰花，穷人只能去买冰冻的，化冻的就可以直接食用，而富人就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新鲜有机的西兰花，并且回家还需要清洗和烹煮。这样下去，穷人只能变得越来越懒惰，而富人会变得越来越勤快了。再看看快餐店，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麦当劳、汉堡王等一系列快餐店里面，他们的饮料都是免费续杯的。这还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些快餐店每周都会发放优惠券，优惠后的价格真的非常有吸引力，低至3美元就能买到一个套餐，里面有巨大的双层牛肉汉堡和薯条加可乐，还有更诱人的13美金就能买到6个牛肉汉堡外加3份薯条，换算下来就是不到4美元就可以买到2个牛肉汉堡加1份薯条，甚至还有的优惠是你买一份指定的套餐还能送2个牛肉汉堡的。虽然这个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依旧不算便宜，但是对于美国的穷人来说，这个价格已经十分的香了。稍微中产一点的家庭往往都会选择制作新鲜牛肉饼汉堡的快餐店，这样成本提高了，一个单人套餐下来至少也得8、9美金。如果去餐厅里面吃个高级点的汉堡套餐，再加上小费就能上20美金了。富人们通常看到这些快餐优惠券都会不屑一顾的直接丢掉，反而一些无家可归喜欢翻垃圾桶的人们就能找到这些优惠券去快餐兑换很多食物了。无限续杯的超大杯汽水和廉价汉堡可以满足这些穷人的日常摄取。除了快餐以外，在美国超市最受穷人欢迎的还有那些放在冰柜里面的微波速食品。那些速食薯条、鸡排和披萨都包含了几个特点：便宜、高热量、方便快捷。然而这些食品的背后往往都是防腐剂、高糖高油，但是对于穷人来说，能够填饱肚子就已经足够了。另外，美国还有廉价超市1元店，而且生意非常火爆，因为里面的东西真的很便宜，而且大部分吃的喝的用的都有。如果你有机会去逛一逛，一定能发现有肥胖的人拿着一箱汽水和零食还有速冻食品，他们甚至可以花10美金度过一周。所以究竟是肥胖导致了贫穷，还是贫穷导致了肥胖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遵循越穷越胖的原则，咱们中国就不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在中国没有无限续杯的汽水，也没有特别为穷人打造的廉价食品，大部分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国家的管控，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不同了吧。有个美国人很纳闷，为啥中国的菜看着这么油，而美国菜看着都不油，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多的肥胖者呢？真正的事实就是中国菜油在外表，如果你去饭店里面点上一盘菜，我们除了会把菜吃光，汤跟油脂是不会食用的。但是美国的一个牛肉汉堡里面，面包作为主食就已经富含油脂了，外加煎炸的肉排，还要在蔬菜上面增加各种配酱，像美乃滋、芥末酱和 cheese， 这些东西的成分就等同于中国菜下面的残油了。如果中国人吃菜把油汤也一起喝下去，能不胖吗？另外，中国人吃馒头配的是稀饭，而美国人吃面包配的可是黄油和芝士肉酱。
降啊。只有在美国真正富有的人才注重饮食，他们喜欢吃有机的沙拉，喝鲜榨的有机果汁，还有富含高蛋白的鲜虾鱼肉，所以他们的身体才不容易肥胖。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看看中国的肥胖率呢。我们大中国的肥胖率是12%，比美国少了一半，但是肥胖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毕竟总体基数在那里。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更加注重饮食健康了，特别是这次疫情带来的影响，希望大家可以健康饮食，不要成为你周围的那个小胖子。